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预期差最大的资产——黄金。2026年1月底，黄金最高价格达到5598美元每盎司，截止到6月26日，已经跌到4000美元附近。近5个月，黄金已经跌了快30%。所以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黄金今年为什么跌幅这么大。这期视频我会重点回答4个问题：第一，黄金这轮下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第二，是什么力量在绞杀金价？第三，黄金的长期逻辑有没有变化？第四，作为投资者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年以来的黄金走势。2026年，黄金可以很清晰地分成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1月份的快速冲顶，从4300美元直接拉到5598美元的历史新高，推手是地缘风险叠加美联储宽松预期。第二阶段是2月初的踩踏回撤，因为1月单月涨得太猛，积累了大量杠杆盘和投机盘，核心叙事亦有边际变化，止盈止损，强平连锁反应就来了。第三阶段是3月，也是本轮下跌最关键的转折点，美伊冲突爆发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，布伦特原油一度冲到150美元上方，市场被迫卖出黄金换美元去购买原油。第四阶段是4到6月，实际利率上行和沃实的鹰派表态接棒，高位震荡后再下一个台阶，从4800美元跌到4088美元。我们可以将今年黄金30%的跌幅和历史做个对比。2013年那场著名的黄金大屠杀，美联储暗示缩减宽松引发的暴跌，全年跌幅28%。2020年3月流动性危机，黄金从1703跌到1451，跌幅不到15%。也就是说，2026年上半年这5个月的跌幅已经超过了2013年全年。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绞杀金价？我把它们总结成3点：流动性挤兑、实际利率上行、降息预期落空。这3个力量不是单独发力，而是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内共振叠加。首先，本轮金价下跌最核心的驱动——流动性挤兑。这轮抛压最关键的不是个别央行在抛售黄金，而是全球尤其是美国的 SPDR 这些黄金 ETF 在1个月内减持了近40吨，这才是驱动价格回落的核心变量。路径很清晰，油价飙升导致各国需要更多美元买原油，各国被迫卖出黄金换美元 ETF 大规模减持，最终造成金价下跌。在这轮下跌里，黄金更像是一个流动性牺牲品。第二个因素是实际利率上行，油价脉冲式上涨推升了通胀中枢，强化了美联储更高更久的政策定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张图，金价和实际利率呈现非常清晰的反向关系。黄金是无息资产，实际利率上行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在上升，这是金价承压的直接宏观变量。同期实际利率上升0.42%，金价下跌约24%，反向走势非常明显。第3个因素是沃实的鹰派表态。6月，新任美联储主席沃实的第1次议息会议释放了超预期的鹰派信号，反复强调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，还删掉了前瞻性指引。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已经从29%升到68%，直接翻倍。由于黄金的叙事逻辑发生了最猛烈的反转，黄金持续下跌，那些曾经最坚定的黄金多头正在集体下调目标价。目前，高盛、德意志、美国银行等对黄金的目标价已经出现分裂，市场的共识已经瓦解。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，当所有机构都在集体下调目标价的时候，往往可能离短期的底部已经不远了。因此，现在机构的集体下调目标价可能还是一种反向指标，大家可以自己判断。第2部分，我们来看一看黄金的长期逻辑有没有变化。目前支撑黄金价格主要有3个结构性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央行持续购买黄金。2026年第1季度，全球央行购金244吨，环比增长17%。
中国央行连续19个月增持，5月末黄金储备达到7496万盎司。而且这个增持发生在金价大幅调整之后，说明央行不是追涨，是在回调里继续买。央行买家不以季度为单位决策，不跟风交易，不设止损线，在金价下跌时反而有更强的购买动机。第二个支撑因素是去美元化。欧央行6月确认，黄金已经超越美国国债，成为全球央行最大的储备资产，黄金占比 27%， 美债 22%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，不会因为美联储加一次息就改变。第三个支撑因素是历史性反身拐点位线，包括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转向加息，全球央行还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抛售黄金，因此终结黄金牛市的3大决定性要素一个都没出。我们做一个历史类比，当年2000年黄金下跌源于3个因素：欧洲央行抛售黄金，美国财政连续盈余，美元信用一枝独秀。而当下是什么环境？持续高赤字，全球央行持续购金，美元信用再被弱化，和2000年的环境截然不同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结构图，黄金占比 27%， 首次超越美债的 22%， 成为全球央行最大储备资产。对比来看，2000年是美元强，财政强，央行卖金；2026年是美元弱，信用高，赤字，央行买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两个不同市场的战争。黄金市场正在上演一场罕见的2层分裂，上层是 ETF 投资者的恐慌性撤退，下层是各国央行的战略性增持。在当前4000美元附近，约有298吨黄金 ETF 持仓处于亏损状态，按当前价格算将近380亿美元。这些持仓不是长期配置型投资者，是2025年追着降息预期冲进来的交易型资金，他们在3800美元以上分批买入，现在被套在水下。这298吨构成了黄金反弹的结构性天花板，每次金价向成本线反弹，就会有部分持仓选择解套出场，每次反弹都在创造新的卖盘。5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出16吨，6月上半月继续净流出。再看下层，近 90% 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持有量将增加， 45% 的受访央行计划增加自身黄金储备，这是该调查9年来最广泛的参与度。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，这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ETF 市场和央行市场之间的交接能否顺利完成。ETF 的298吨的水下持仓终将清空，要么通过金价反弹回到成本线以上，要么通过时间慢慢消化。当这群热钱退出后，央行买家能否撑住金价的底线，才是决定黄金长期走向的核心命题。综合各机构判断，短期金价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筑底，中长期中枢上移，中期修复目标是5000美元。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，投资建议。先说黄金商品本身，短期金价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筑底，中长期中枢上移，中期修复目标是5000美元。后续有3个关键观察信号：第一，油价回落能否缓解实际利率压制；第二，降息预期重启导致美元走弱，利好金价；第三，央行持续购金，为黄金提供底部支撑。关键要看3个信号何时同时出现。重点机会在黄金股。黄金股因前期超跌，当前估值隐含金价已经降到了约900元每克，计入的预期非常悲观，安全边际充足。A 股头部黄金公司2026和2027年的估值大约是15倍和10倍，随金价中枢上已具备业绩加估值双击的潜力。黄金股当前的位置比黄金商品本身更有吸引力，即使金价继续跌，下行空间也相对有限，而一旦金价企稳，弹性会显著大于黄金本身。但由于黄金股波动性很大，投资者仍需要控制仓位比例。最后，我来做一个批判性分析。
本期视频提到的有几个地方需要审慎对待。第一，央行购金持续这个假设建立在此前19个月的数据上，但历史数据不代表未来。如果某个月数据突然断崖式下降，整个长期逻辑的支撑就会被削弱。第二，实际利率压制金价这个框架，在央行购金权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，定价权可能正在转移。第三，如果美国经济超预期走强，美联储不仅不降息，反而加息，同时财政赤字因经济向好而收窄，那去美元化和高赤字两个长期支撑会同时承压，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尾部风险。最后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主要结论：第一，黄金目前面临的是蓄势重置，但不是牛市终结，三重绞杀因素是短期冲击，还不是结构性破坏。第二，两个市场的战争交接是关键，298吨水下仓位出清后，央行战略买家能否接住底线，才是决定黄金长期走向的核心命题。第三，黄金股比黄金商品更有吸引力，因为黄金股背后隐含金价极度悲观，安全边际更充足。最后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，你觉得黄金未来的机会在哪里？目前是短期回撤还是系统性崩盘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探讨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